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集我们说了3个模块，我们谈到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每个时段系统都留下了一些遗产，但上半段节目里呢，还只能算是新手期今天下半段节目里，大家会看到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更深刻的一个个高光的时刻。本集还有3个模块和总结和提炼要和大家分享，来，让我们直接进节目。现在台湾的民主这辆大车上路了，那么既然上路，就会有碰撞。先撞出来的是一个设计缺陷，而且是台湾政治到今天最大的设计缺陷。1997年第4次修宪，这次修宪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它取消了立法院的阁揆同意权。以前总统提名行政院长要立法院同意，1997年之后，总统直接任命，不用问立法院了，配套给了立法院倒阁权，立法院可以对行政院长提不信任案，但代价是总统可以解散立法院重选。这听起来好像很对称，对吧？但实际运行起来呢，这套设计造出了一个怪物，总统变得有权无责，他可以任命行政院长主导大政方针，但他不用去立法院备询，出了事由行政院长顶着。行政院长有责无权，他天天在立法院挨骂，签所有的文件，但他的乌纱帽却在总统的手里。立法院有怨无解，他不敢倒阁，因为倒阁换来的是解散重选，谁愿意刚当选就再重选一次呢？所以三方就这么僵着了。而且如果老查今天不提这个过程估计已经被遗忘在历史当中了。所以这个半总统制的怪物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又是算计。1997年李登辉要的是摆脱立法院对他的人事权的牵制，但是在野的民进党为什么配合修宪呢？因为他也盘算的是自己迟早要当总统，这个大选总统对未来的自己有利，所以两边各自打着算盘，一拍即合，双方都赌自己会是那个总统。后来的20几年，双方也确实轮流当了总统，也就轮流吃了这个设计的红利，同时还有它的报应。同一次修宪还干了一件事，叫做动省。台湾的省虚极化，省长不再民选了，表面理由很充分说是台湾省的辖区和中央高度重叠，两套班子浪费。真实的动机地球人都知道了，宋楚瑜的省长当得太好了，声望直逼中央，一个几百万张选票直接抬出来的民选省长，群众基础直逼总统了，这在权力结构里面叫什么？叫做威胁。1998年12月21日，京省生效，宋楚瑜成了台湾100多年建省史上的唯一一任民选省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但动省这一刀却把宋楚瑜从体制内的威胁砍成了体制外的对手。2000年总统大选，宋楚瑜脱党参选，选前3个月，1999年的12月9号，国民党的立委杨基雄开记者会，新票案爆了，就是那一场指控宋楚瑜的儿子账户里有来历不明的上亿资金，涉嫌侵占党产。宋楚瑜的声势应声而落。2000年3月18号开票，陈水扁 39.3%， 宋楚瑜 36.8%， 连战 23.1%， 差距是2个多百分点，31万票。1994年台北市长的剧本果然原样重演蓝营分裂，绿营就此上位，55年执政的国民党下台了。那么对了，那之后新票案后来怎么样呢？2001年1月20号，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宋楚瑜等5名被告全部不起诉，资金用途也查清楚了，争议属于民事范畴。只不过这时候距离投票日已经过去10个多月了。政治里的澄清永远是这个节奏，指控在投票前赶到，而清白却在投票后到货。你可以说这是国民党打宋楚瑜打得很准但从系统角度上来看这里有个更值得记得的东西一个50多年执政党输了，然后连战在开票当晚就出面承认败选了，而军队没有动。第二天政权交接程序启动，华人政治史上第一次靠选票完成的政权轮替，全程没有一声枪响。这件事的分量，上集和我们的系列节目里已经说过了，今天就不再展开了。我们今天讲它的后半段，因为所有的教科书讲到政党轮替就翻篇了，真实的世界从这里才刚刚开始。陈水扁面对的是什么？陈水扁面对的立法院是国民党占多数的，朝小野大，这一僵僵了8年，8年僵局的代表作就是核四，第4核能发电厂，是国民党时代就规划动工的而民进党的反核是写在党纲里的。于是2000年12月27号，行政院长张俊雄他宣布核四停建，宣布的时机堪称行为艺术当天上午，陈水扁总统刚跟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完，气氛良好。连战前脚刚出总统府，行政院后脚就宣布停建。
连战的脸啊，当场就变成了此后8年朝野关系的底色。立法院就炸了，觉得行政院绕开国会，单方面废掉一个法定预算项目，你这还有王法吗？结果呢，吵到大法官那里。2001年1月15日，释字第520号，大法官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停建核四这种重大决策变更，行政院你不能自己说了算，要去立法院报告，要补程序。2001年2月14日的情人节，核四宣布复工，停了3个半月，白停。但后面的故事啊更魔幻，核四复工了又缓建。2021年还全民公投过一次，要不要重启？结果呢没过。一个电厂啊吵了20多年，两党各执政数次，公投投了一轮又一轮，到了今天他一度电都没发过。几千亿的新台币啊变成了一座海边的大型政治纪念碑。没错，我们呢是可以嘲笑这个效率，但是呢我们的插嘴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看看对岸是怎么处理同样的问题的。三峡工程当年的争议程度啊可不比核四低啊，反对的声音里啊有的是重量级的科学家。1992年4月3号，7届人大5次会议表决三峡决议，出席2633人，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还有25个人啊干脆连表决器都没按。赞成票占出席人数的 67%， 在全国人大的历史上啊，这是反对加弃权比例最高的重大议案之一了，3个人里就有1个没投赞成的，这以人大的标准啊已经是惊涛骇浪了。但老查必须要说啊，这毕竟呢只是1989年的3年之后的1992年，中国大陆的社会氛围呢还沉浸在改革开放当中。然后呢通过了，然后呢就建了，建完之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没有复议，没有公投，没有停工再复工，大坝就在那儿，长江依然还在流，争论呢早就从公共领域里面消失了。我们现在把两边摆在一起啊，台湾一个核电厂20几年炒到今天没发一度电，浪费了几千亿，大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一次表决定案，一次通过，永不回头，效率的差距啊肉眼可见。但老查呢请大家算另外一笔账，台湾这套炒法的成本是明的，钱、时间、口水全摆在台面上，看得见骂得着。而对岸那套表决法呢，成本呢是暗的，如果对了他皆大欢喜，如果他错了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首先呢老查呢我尊重你的想法，所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会不会有1秒钟在想，如果对了我就要认下作为我的功绩，如果错了我得想办法推开，或者起码给他盖上盖子。没错啊，这个瞬间啊和善恶毫无关系，这是人性的天然属性，也正是这一点又一点的人性呢变成了他的动机系统。而那177个投反对票的人是当时体制内敢发出的全部声音了，表决之后这个声音呢就归档了。一个系统吵到你心烦，说明呢它的纠错机制在裸奔，丑但还活着。一个系统啊安静到让你舒适，纠错和反省呢成了耻辱，成了需要掩盖的对象。核四这座纪念碑啊，纪念的不是浪费，它纪念的是台湾这个国家系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党能绕过所有人把一件大事定死，这很贵啊。应该说民主这个东西账面上从来都不便宜。好，让我们回到主线啊，朝小野大的8年还留下了一个制度产物，叫做公投法。民进党长期是主张公投的，2003年的立法院真的通过了公投法，但有意思的是啊，通过的是国民党亲民党的版本，一个被设计成不能用的公投法。门槛高到什么程度啊？说是投票率要过半，同意票还要过半，双过半合2为1，提案联署的门槛啊高耸如云啊，还设了一个审议委员会，先筛一遍。台湾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鸟笼公投，给了你一只鸟，笼子呢却焊死。2004年3月20号，第一次全国性公投，那一次呢是绑着总统大选一起投的，2个防御性的公投案，结果呢领票率 45% 没有过半，所以无效。笼子第一次展示了它的性能。而那场总统大选本身啊，是台湾民主史上最惊险的一页。因为投票的前一天，2004年的3月19日下午，台南市金华路，陈水扁和吕秀莲扫街拜票，2声枪响啊，陈水扁呢腹部擦过，吕秀莲膝盖中弹，但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第二天呢照常投票，开票结果，陈吕配 50.11%， 连宋配 49.89%， 差距呢是29518票，连宋阵营拒绝承认。群众呢也在总统府前的广场连续抗议了数周，验票官司打了大半年。检方后来认定啊，开枪的呢是一位叫陈义雄的男子，案发后啊已经溺亡了。这个结论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半台湾人是不信的。319这一页是台湾民主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2颗子弹 0.228 个百分点，输的一方满腹怀疑。系统扛住了吗？
勉强扛住了，抗议没有变成暴动，官司呢也打完了，验票呢也验完了。2004年5月20号，陈水扁呢照常就职，但这道裂缝却没有愈合，蓝绿互信啊，从此进入了冰河期。一个制度可以要求你接受结果，但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能强制让你服气。然后2005年发生了一件在世界宪政史上都排得上号的事情，国民大会自己废了自己。这里我们要先补一段前情1999年第3次届期的国民大会干过一票大的。9月4号凌晨，趁着夜深人静，用无记名投票通过了自己延任2年多的修宪案，自己给自己延长任期，而且呢还是匿名投票的。这个操作有个学名叫做国代延任自肥案，全岛哗然。2000年3月24号，大法官释字第499号，直接把这次修宪的核心条文宣告失效，理由呢也写得很硬，修宪程序有重大明显的瑕疵，而且民意代表定期改选是宪法的本质要求，连修宪都不能碰。这个解释确立了一个原则，修宪是有界限的，不是你票数够了你就能干任何事。如果老查在这里补一句这种操作完美符合中华民族的政治惯性，大家呢也别不服气。不过这种操作在对岸呢都已经没有市场了，因为对岸早就已经直接全部通过就完事了。国民大会经此一役，民生彻底破产。2005年5月14号，最后一届国民大会选出300个名额，任务只有一个。6月7日，复议通过第7次修宪案，249票赞成，48票反对。这次修宪的内容清单每一条都是大手术立法委员225席砍到113席，直接减半。选制改成单一选区2票制，立委任期3年改4年，跟总统呢同步。废除国民大会，修宪改由公民投票复决。表决完，国民大会宣布解散。一个机关最后一个会议唯一的目的是通过一个让自己永远消失的议案，然后呢他通过了。宪政史上主动安乐死的宪政机关老查呢一时想不出第二个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废了国大之后，那新的修宪程序又是什么呢？立法院3/4出席，3/4要同意提出修宪案，公告半年，然后呢全民公告复决，有效同意票必须超过全体选举人的一半。朋友们请注意最后这一条，不是投票里的人过半，是全部有投票资格的人里过半。那么按照当时台湾选举人的规模等于要将近1000万张同意票。结果呢，在2022年有过一次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朝野两党都支持，但呢没凑够票数，朝野都同意的案子都过不了，那还有什么能过呢？所以2005年之后，中华民国的宪法实质上呢就被焊死了。上集我们讲过，这部宪法的中国框架是不敢动的，是地缘政治锁死的。现在呢，大家我们也知道了，它连技术上都焊死了，双保险。这是一部一个字不能懂本文的宪法，外面呢还套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启动的修宪程序。祖宗的牌位这下连供桌都焊在了地上了。这里呢，老查要说一句台湾的朋友们如果连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呢，不要紧，你们只需要知道民主的代价很贵，独立的代价呢则更贵。贵的东西呢就要好好珍惜，这和好人坏人呢毫无关系。于是这磕碰期的最后一幕是陈水扁的第二任。2006年，第一家庭弊案接连引爆。8月，前民政党主席施明德发起倒扁运动，每人捐100块钱承诺金，10天左右130万人汇款，1.1亿新台币。9月9日，主办方宣称几十万穿红衣服的人坐满凯达格兰大道，红衫军运动搞了几个月，陈水扁总统也没有下台，任是撑完了任期。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以 58.45% 当选，2次政党轮替。然后2008年的11月12日凌晨，现任总统的陈水扁被法院裁定羁押。2009年的9月11日，一审是无期徒刑。后来龙潭购地案等定宪，合并应执行20年。2015年1月5日保外就医，此时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6年零40天。一个前总统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这个画面对台湾社会的冲击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绿营说你这是政治追杀，蓝营却说这是司法正义。老查呢不会进这个泥潭只留给大家一个系统视角的问题。我们要问，一套制度能不能处理他自己产出的最高权力者？这是所有政治制度的终极考题之一有的制度呢说最高权力者永远正确，直到他死了才能轮到清算，甚至死了也不能清算。有的制度呢说清算前任是新任的开工仪式，每换一次庄家，监狱里就应该多一个前总统，这叫做政治循环报复。台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走得摇摇晃晃。陈水扁案到底是司法独立的证明，还是司法被政治使用的证明？台湾社会到今天呢没有共识。
但有一个最低限度事实啊，是司法敢碰前总统，而且他真的碰了，判了还关了。这个最低限度，很多制度到今天啊都够不着的。前总统坐牢，对一个年轻的民主制度来说，到底是耻辱还是成年礼呢？老查的看法是两个都是。耻辱在于你的制度居然让一个总统有机会腐败到这种程度，而成年礼在于你的制度居然真的敢把他送进去，况且你还挂着中华民国治中国的牌匾。时间来到马英九时代，台湾的民主机器呢进入一段表面平稳的巡航期，但通常啊深水区的暗流啊恰恰是在平稳期积蓄出来的。先看一个安静的变化啊，新选制开始输出结果了。2008年1月12号，立委选举第一次用单一选区两票制，113席，73个区域的单一选区，6席原住民，其中34席不分区，按政党票分，政党票门槛 5%。这套选制的系统输出啊，教科书呢都写了，我们呢就快速过。单一选区赢者全拿，逼着候选人呢往中间靠，极端立场的在区域选举里是活不下去的。而那些边缘小党呢，会被 5% 的门槛给卡住，体系往两党制收敛，这听起来很健康，对吧？但很明显，它同时呢也输出了另一样东西。当政治收敛成了两大党，而这两大党呢在独统这个终极议题上势不两立的时候，所有的政策辩论啊都会被吸进这个二元对立里。能源政策可以变成独统问题，美猪美牛可以变成独统问题，连防疫都可以变成独统问题，这就不是台湾人的素质问题了，这是选制加上未解决的身份认同两个结构叠加的化学反应。地基的问题呢，上集我们已经讲透了，这里呢老查只是要大家看见啊，选制这个放大器是怎么跟地基共振的。然后公民社会啊就开始了一轮教科书级的进化，3年3级跳。第一跳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旺旺中时集团要并购中嘉网络，它是一个掌握了上百万收视户的有线电视系统商。旺中已经有报纸有电视台了，再拿下管道，媒体版图太大，而且呢旺旺的大老板呢跟大陆的生意关系很深，台湾社会的中国因素警报响了，学生和学界上街。2013年2月并购案破局。第二跳2013年洪宗丘事件，一个即将退伍的义务役下士洪宗丘因为被关禁闭的时候遭违规操练热衰竭死亡，距离他退伍只有2天了。军方给出的说法漏洞百出，社会震怒。8月3日凯达格兰大道白衫军万人送中秋，主办方宣布25万人到场。这场运动有个前所未见的特征，没有政党动员，组织者是一群网友，自称公民1985行动联盟。25万人呢是靠网络自己长出来的。3天后8月6日，立法院修改军事审判法，陈平时期军人犯罪从军法体系移到普通司法体系。一个孩子的死亡，一场运动，一部法律的大修，前后1个月。而第三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一跳了。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两岸服贸协议，国民党立委张庆忠被挤在会议室的角落，拿着无线麦克风用30秒宣布审查超过90天，依法视为已审查，送院会存查。30秒通过了一个涉及几百个行业的两岸协议。台湾网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分钟半分钟的那个半分钟。第二天晚上2014年3月18日，学生翻墙进入立法院，占领议场，这一占了585个小时，24天。3月23日，一部分抗议者冲进行政院，当夜被警察用水炮驱离，现场流了血。3月30日，凯道集会，主办方宣布50万人。4月6日，立法院长王金平走进议场，承诺先立法再审查，先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审服贸。4月10日，学生退场，这就是著名的太阳花学运。而后续呢，服贸协议到今天都没有生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呢到今天呢也没有立法。大家呢没听错运动赢了，但他要求的那部法律12年了还没立出来。太阳花运动在政治上的直接后果清单很长。2014年11月29日9合1选举，国民党在22个县市只剩6席，惨败。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 56% 当选，立法院民进党占了68席，这是行宪以来第一次国会多数不再信国民党了，第3次政党轮替加上第1次国会轮替。但老查真正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太阳花在制度层面的意义。一群体制外的年轻人用占领国会这种明显违法的方式逼停了一个他们认为程序不正义的协议。这件事呢，你可以有1万种评价
支持者是说这是公民不服从的典范，反对者会说这是暴民绑架民主。今天你可以为反服贸占领国会，明天别人就可以为任何事占领国会。两边都有道理，而且这个争论呢还没有标准答案。老查呢只能给出一个结构性的观察啊。太阳花运动那一代人呢，后来大量进入体制，阻挡的阻挡，从政的从政，当官的当官。2014年他们翻墙进议场，后来呢他们自己坐在议场里面被别人抗议。一个系统能把冲击它的能量吸收成它自己的新组件，这是一个系统韧性。每吸收一次也留下了一个先例，议场的墙呢是可以翻的，而这个先例是资产还是负债，取决于下一个翻墙的人是谁。2024年之后的台湾会重新想起这个问题。来，插嘴时间，这次的对照啊，老查个人认为呢是全集最工整的一组啊。洪宗丘对孙志刚这个名字啊，大家听起来可能已经很陌生了，但我一说你就懂了。2003年3月17日，广州，一个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大学毕业呢，在服装公司上班，晚上出门没带身份证，被带到了派出所，然后就被送进了收容遣送站。3月20日，他在收容人员救治站被护工和被收容人员殴打致死。距离他来广州工作才20几天。南方都市报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全国哗然。5月14日，徐志勇、于江、滕彪三个法学博士以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收容遣送制度做违宪审查。6月20号，国务院公布了新的救助管理方法，同时宣布废止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8月1号生效。一个公民的死，一场舆论风暴，一个恶法的废除，前后2个多月。朋友们，我们把这个句式跟洪宗丘那段对比一下。一个孩子的死，一场运动，一部法律的大修，前后1个月，几乎是同一个故事。公民死于体制的暴力机器，媒体点火，社会施压，法律呢也改了。2003年的大陆和2013年的台湾，在这一刻相同的让人恍惚啊。2003年那会儿，很多人真的相信大陆找到自己进步的节奏了，个案推动，法治渐进，媒体监督，学者上书，那是简中公共知识分子圈的黄金时代啊。但区别呢在后来。台湾那边白衫军的下一年就是太阳花，公民社会赢了一次，发现自己有力量，第二年呢用更大的规模再来一次，赢是可以复制的，方法论沉淀下来了，组织经验沉淀下来了，人也沉淀了下来。而大陆那边呢，清算开始了，孙志刚案里上诉的3博士后来都成了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但维权人物在中国呢有个统一的下场徐志勇后来2次入狱，2023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4年。滕彪流亡海外，而当年呢接住孙志刚案的那一代维权律师2015年7月9号开始，一场大抓捕，300多人被传唤、拘留、失踪，史称709。而孙志刚案那种刑法成了绝版，不是那套方法不灵了，是系统把那条通道整个拆掉了。个案推动的前提是媒体敢报，律师敢接，学者敢上书，体制愿意在压力下呢让一小步。这4个前提如今一个都不剩了。同样是赢一次，一边赢的是版本更新，下次直接从新版本起跑，一边呢赢的是限量发行，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老查也说过本集呢只插嘴不裁决，但这一组对照，请大家记到这个系列的大结局，这也会是那一集核心证据之一。我们继续回到台湾，时间回到2016年，民进党第一次完全执政，府院党一把抓。一个完全执政的政府会先干什么呢？那当然是清算上一个时代。2016年的8月31日，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挂牌，追查国民党威权时期拿到的党产。2018年5月31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成立，处理威权时期的档案，判决贫富和威权的象征。转型正义这4个字在政治学里是有严肃的内涵的，开档案、还清白、认错误、防重演。台湾呢也确实做了不少实事几千个政治案件的有罪判决被撤销，档案一批批解密。但在2018年9月出了一件事，把这项工程的另一面照得雪亮。促转会副主任张天钦在内部会议上讨论怎么操作一个议题时打击当时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他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本来是南厂，现在变西厂，后来要升格为东厂了。这东厂是明朝的特务机关，这个词甚至都不用老查给简中观众去翻译这段录音呢被内部的人捅给了媒体。张天钦辞职，主委道歉，行政院长道歉。大家要注意东厂这个词不是对手国民党挖出来的，是民进党促转会自己的副主任在自己的会议室里自己说出来的。那么在2018年，崇尚台独的民进党促转会的副主任借用一个中国封建皇朝的特务机构来描述自己的部门，他下台当然是自然的。
但这种文化上的共鸣说明了什么呢？大家呢就自行体会吧。这就是转型正义最锋利的悖论：清算威权需要权力，而你一旦拿起了这个权力，你就站在了当年威权站过的位置，手里握着档案，握着定性权，握着别人的政治生死，这个位置本身会诱惑你。张天青事件的价值不在于证明民进党有多坏，而在于它演示了这个位置的引力有多大，掉进去有多快。转型正义和政治武器中间隔着的，有时候就是一段会录音的距离。好，接下来是台湾民主的一场重头戏了，公投的过山车。大家还记得前面提的那个鸟笼吗？2003年的公投法，双21门槛基本不可用。2017年12月，民进党政府修宪，把鸟笼呢给拆了，提案门槛呢降到了1/1000，联署呢降到了 1.5%， 通过门槛呢改成了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且达到投票权人的1/4，投票年龄呢降到18岁，审议委员会呢废除，龙门大开，鸟自由了。这青鸟的称呼多半呢和这个脱不了干系。然后呢2018年的11月24号，台湾人见识了什么叫做报复性公投。一天之内10个全国性公投案，绑着9合1地方选举一起投，反空污、反燃煤、反核实、挺同反同、冬奥证明、以核养绿，什么都有。一个选民进投票所要先领选举票，再领10张公投票，一张一张的盖。结果就是投票所大排长龙，排队排到很晚，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开票了，而另一些人还在排队投票呢。边开票边投票，选举史上的奇观结果呢10个案子7个通过，3个没过。其中最受关注的呢是同性婚姻相关的公投，反同方全面获胜，爱家公投3案全过，挺同2案全灭。等等，老查，你不是说2019年台湾同婚合法化了吗？而且是亚洲第一呢？对，就是这么拧巴我来给大家录一下这个宪政剧本它非常值得。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释字第748号，宣告民法不让同性结婚，违宪，限2年内完成修法，预期同性伴侣可直接登记。2018年11月，公投结果说民法的婚姻要保留给一男一女，同性婚姻用别的法来保障。一边呢是释宪说必须给，一边呢是公投说不能进民法，两个都是有宪政效力的民意表达。然后呢他们正面相撞了，那怎么办呢？来看看台湾的解法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3读通过一部新的专法，名字起的极其拗口，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实行法。没错，就是不动民法，另立一部新法，让同性可以结婚。5月24号生效，也就是释宪给了2年期限的最后一天。释宪的底线守住了，同性婚姻合法，亚洲第一。公投的结果也没违背，民法呢也没动，走的呢是专法。大家你可以说呢这是和稀泥但老查说呢这是一台成熟机器该有的样子。当两个最高位阶的民意指令冲突，系统它没有死机，没有让一方碾过另外一方，而是找到了一个两边都痛但两边都能活的解法。宪政机器的水平不体现在处理共识，反而体现在处理撞车上。在2018年那场10案乱斗之后，2019年6月公投法再修，公投跟大选脱钩，改成2年一次单独投，剂量调整。2021年12月18号，4个公投案单独投票，核四重启、反莱猪、公投绑大选、3阶迁移，4案全部通过。这个脱钩之后，没有大选拉抬投票率，公投的热度呢直接降了一档。大家来看看这个轨迹2003年把公投呢锁进笼子里，2017年把笼子全拆了，2018年过量服用系统紊乱，2019年重新装了半个笼子。一个民主工具的剂量试了快20年才试出了个大概。民主制度没有出厂设置，全是临床试验，而且通常呢病人和医生是同一个人。所以这样看起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真正完全进入民主轨道的时间呢也只有若干年，还很年轻。公投讲完了，我们来讲讲罢免。这是同一个故事的姐妹篇，而且更凶。在民主政治体系里，罢免 recall 是选民行使监督权，直接撤换民意代表或行政首长的重要途径。台湾罢免的门槛也是2016年之后降低的。然后呢2020年的6月6日，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93万9千张同意票，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直辖市长。背景呢大家都知道了他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屁股还没坐热就去参选2020年的总统。高雄市的市民觉得他们被当成了跳板。而2021年10月23日，立委陈百维被罢免，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立法委员。大家看出来了吗？罢免这个工具一旦好用，两边都会拿起来用。
从2020年开始，蓝绿呢就互相罢免，报复性罢免，罢免变成了选举的延长赛。输了选举没关系，明年发动罢免再打一局。这个逻辑被推到的极限就是2025年的大罢免。2024年1月13号的选举，我们先说一下结果。赖清德以 40.05% 当选总统，民进党保住了行政权，但立法院却悄悄变了天。国民党52席，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无党籍2席，3个党不过半，这8席的民众党就成了关键的少数，而他选择了跟国民党联手，于是行政权在绿营手里，立法权在蓝白的手里。那么好，1997年修宪埋的这个雷，总统有权无责，立法院有怨无解，从2008年的府院重新一致算起，到了2024年，在沉睡了16年之后，被这个格局彻底引爆了。接下来2年发生的事，老查按时间线给你放一遍，你会看到一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变成武器的。2024年的5月28日，蓝白联手3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总统的国情报告要即问即答，官员不得反质询，藐视国会要罚，立法院的调查权、听证权大扩张，表决过程再次爆发肢体冲突立法院外青鸟运动最高峰时候主办方宣称10万人上街。民进党这边行政院复议被否决，然后总统府、行政院、民进党团、监察院一起申请释宪。2024年10月25日，宪法法庭判决国会改革法案的核心条文大部分违宪，立即失效。蓝白努力了半年，被大法官一夜清零，那蓝白怎么办呢？他们的回应堪称制度工程学里的黑暗面教材，我打不赢裁判，我就把裁判给废了。2024年12月20日，蓝白联手修改宪法诉讼法，宪法法庭做判决，参与评议的大法官不得低于10个人，宣告违宪要至少9个人同意。这听起来好像只是个程序门槛，对吧？我们来看下一步。4天之后，12月24日，立法院把赖清德提名的7个大法官人选全部否决，而当时宪法法庭原有的大法官呢，刚好有7个任期届满走人，只剩了8个，8个不到10个，凑不齐开庭人数，宪法法庭这个刚刚判了蓝白法案违宪的机关从此开不了庭了。他不是被废除了，他是被饿死了。一条修法，一次人事否决，2个完全合法的动作组合起来，把宪制秩序的最终裁判者给做掉了。这下好了，这台机器的裁判席空了415天，积压案件超过了473件。期间，赖清德第2次提名7个大法官。2025年7月25日，立法院再次全部否决，连民进党自己都有立委没投票支持其中2位。然后2025年12月19日，剧情又走向了宪政理论教科书的最后一章。剩下的8位大法官里，有5位凑在了一起，做出了判决，宣告蓝白修的那个宪诉法门槛条款本身违宪，即日生效。我们来翻译一下一个被卡死的法庭，用一个自己人数不够的判决，宣告了那个人数门槛无效，然后呢自我复活。其中有另外3位大法官拒绝参与评议，公开主张这个判决无效。一个修宪法庭，8个大法官，5个说我们复活了，3个说你们是违法的。直到今天2026年的年中了，这个法庭就在这种状态下带病运转，他做的每个判决，蓝白阵营都不承认效力。但这还没完老查呢把2025年年底到2026年几件事快速念完，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密度2025年的12月15日，行政院长卓荣泰对蓝白通过的财划法行使宪法第37条的不附属权，行政院长拒绝在法律公布令上附属，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的第一次。2025年12月26日，立法院以60票对51票通过对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提案。2026年5月19日，弹劾案表决，56票赞成，50票反对，没有达到2/3的门槛，弹劾不通过。对了，还有2025年7月26日和8月23号的大罢免，绿营方面分2波，发动了针对31席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投票，想翻转国会。31案加1个新竹市长，没有1案通过，全军覆没。罢免这个武器第一次被这么大规模的使用，然后呢，第一次被选民整批没收。赖清德出面道歉，民进党立院党团也因此进行干部总辞。好，深呼吸我们把这2年发生的事摊开看。释宪被用来清零对手的立法，修法加人事否决被用来饿死法庭，罢免被用来试图翻转国会，复议不附属弹劾全部出鞘，公投罢免释宪倒阁弹劾不附属，一部宪法里的所有工具2年之内全部被当成武器用了一遍。
老查在提纲阶段给这个现象起过一个名字现在正式交付给大家。台湾民主此刻的病不是威权复辟，是每一个民主器官都很健康，但器官和器官在互相攻击，免疫系统在攻击自己的关节。用医学的话讲，这不是感染，这是自体免疫疾病。自体免疫疾病的特点是什么？它一般不会马上要你的命，但它会让你长期低烧、关节变形、每天痛，而且没有特效药，只能控制不能根治。根治要动的那个地方是地基，是1997年的半总统制，是修宪的门槛，是身份的认同。而修宪的门2005年就焊死了，病灶摸得着，手术做不了。这就是2026年台湾民主最真实的一张诊断书。台湾这边为了宪法法庭几个人开庭，两大阵营可谓血流成河，3个大法官公开说另外5个大法官判决无效，这场景很难看，对吧？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对岸，对岸的宪法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法庭呢？没有。82宪法规定了合宪性审查的机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2018年还专门把法律委员会改名成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又有备案审查制度，每年发工作报告，机制是有的，白纸黑字。那实践呢？老查本来准备说一句狠的，说他从来没有宣告过任何东西违宪，但查了资料之后发现这句话要修正，而这个修正本身比原话更有意思。2021年的备案审查报告里确实公开披露过一例，某地方性法规被认定与宪法规定的精神不一致，然后经过沟通，制定机关拟自行废止。注意这个动词沟通，不是判决，不是撤销，是沟通。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违宪法规的权利，但从1982年到今天40多年了，这个撤销权被正式动用过几次0次。所有的纠正都走沟通，你自己改，别让我动手。于是宪法审查在这边变成了一门无声的手艺。问题在文件往来中被消化，从来不需要一个公开的法庭公开的宣告说某个有权力的机关你错了。那么现在把两边放在一起台湾宪法的法庭吵到瘫痪，因为他的判决真的能杀死一个阵营的立法效果所以值得双方拼命争夺。而对岸呢，宪法审查安静的像不存在，因为他从来不需要在公开裁判台上对权力做布。一个裁判被双方抢到吵翻天，一个裁判40多年没吹过一次哨。怎么评价两边老查呢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不给答案。你为宪法打架，说明宪法还值得抢，他还活着。而如果一个宪法从来不惹麻烦，你要担心的可能不是宪法的健康了，而是要问问它是否还存在。还有一组镜像顺手也放在这里台湾处理威权历史用的是党产会促转会，打开档案，哪怕它开成了东厂争议，档案终究还是公开了。而对岸处理自己的历史用的是历史决议，1945年一份，1981年一份，2021年一份，每一份的功能都是给过去定调，然后关上讨论。打开档案和关上档案两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方式对应着两种对待自己未来的方式，这一组也存进了我们大宗章的证据清单里。好，我们回到台湾然后收工。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列了一句主线，现在回来要验收一下。台湾的民主制度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是被改装出来的。现在大家可以自己数一数了。1946年一部为4亿多人设计的宪法，1948年临时条款第一层补丁一盖43年，1950年地方选举威权自己装了安全阀，1969年增选补选给万年国会输血的补丁，1990年释字261号法院拆掉了万年国会，1991年到2005年7次修宪7次补丁改出了直选总统全新国会，1997年半总统制，一个两党合谋的世纪缺陷，2003年鸟笼公投，2017年拆笼，2019年装了半个回旋，2005年修宪门槛焊死，整台车的底盘从此不能再动，2016年后罢免松绑，然后开始武器化，2024年到今天所有机关互相开火。每一层补丁都是当时的权力算计，蒋经国的解严是算过账的有序撤退，李登辉的修宪是给自己换权力地基，国民党的动审是为了减掉宋楚瑜，民进党的拆公投鸟笼是相信直接民权对自己有利，蓝白改宪拆法是打不赢裁判就要废掉裁判。40年没有一个改装者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但是朋友们，这才是今天这一集老查真正想教给你们的东西。把这些算计一层一层的焊起来，然后退后3步再看，它就是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好的制度从来不指望好人，它只做一件事，
让每个人的算计都必须经过别人算计才能变成现实。蒋经国的算计是要经过党外的算计，李登辉的算计是要经过国民大会的算计，陈水扁的算计要经过立法院的算计，蓝白的算计要经过大法官的算计，大法官的算计要经过选民的算计。这个互相咬合的结构啊，就是民主的全部秘密。它从来不生产圣人，它只组织算计。所以回到那个老问题啊，台湾民主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老查呢再给大家3个成熟的判断标准啊，然后呢你们自己打分。第一条是输的人要认输，从2000年连战当晚认败到2024年3组候选人互相祝贺，这条啊台湾大体呢是做到了。中间虽然有319那一次啊晃了一下，但是呢没有断。第二条是赢的人要受限，完全执政的民进党被公投打过脸，被大罢免打过脸，掌握国会的蓝白呢被宪法法庭打过脸，每个赢家都要被制度咬过，这条呢也算立住了。第三条，法院说了要算数，这一条此时此刻正在冒烟。一个5比3分裂的宪法法庭啊，一半的政治阵营不承认他的判决，如果裁判的哨声不再被服从，那前面2条的地基啊也会跟着松掉。所以今天这集的收口啊，老查呢不能给大家一个圆满的结论，因为现实还没有闭合，但老查可以给你一个可以证伪的观察点。未来几年就看一件事，台湾的宪法法庭的权威能不能被修复。如果能修复，台湾民主这场自体免疫病就还在可控范围内，前面40年的改装成果就守得住。如果修复不了，裁判席一直空着或者一直分裂，那所有的武器化都会失去最后的裁断者，这才改装了40年的老车啊，会第一次真正考验它的底盘了。老查不预设，老查会和大家一起看。好，这就是今天的台湾民主一台没有原厂图纸的改装车，零件呢来自于1946年的南京，底盘焊死于2005年，引擎是2300万人每4年1次的选票，故障灯亮着好几个了，但呢还在跑。它不是教科书，但也绝对不是反面教材，它是人类政治工程史上一个还在进行中的试验。而看懂一个还在进行中的试验，比背诵一个已经写好的结论难得多，也值钱得多。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叫做民主之路还要加个问号。而在台湾这3集之后呢，问号还依然存在。下一集老查呢保证真的要去北欧了，去看看那些被吹成人间天堂的北欧民主，看看他们的图纸和补丁。顺便呢我们还要看看天堂的物业费呢又是多少呢？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